これは最善の一手ではない。最強の一手でもない。僕の力量を測っている。遥かな高みから。这个讲法好像略微有一点点夸张。就说他是综艺咖嘛。Hello， 大家好，我是黑佳佳。Hello， 大家好，我是肖正浩。今天好像要来讲一盘万众瞩目的一盘棋。对，这盘棋呢，就是《麒麟王》里面阿光和塔矢亮第一次的对决。那当然，这盘棋不是阿光下的，是佐为下的。那其实这盘棋它的就是原来的棋谱呢，是由秀策对决秀和。哇，真的是非常令人期待的一局哦！黑棋很深入的打入在白棋的大空之中，那一步棋真的印象非常深刻。是的，那我们今天呢就来看这盘精彩的对局。想变强的同学不要忘记订阅哦。那这盘棋呢是由秀策执黑棋，秀和执白棋。那当然在麒麟王里面呢，就是由近藤光执黑棋，塔矢亮执白棋。那么第一手呢是下在了小目。17之4小目，每次左为都先说17之4。好，然后接下来白棋是也下一个小目，对，然后黑棋再下一个小目。其实左为真的是非常的喜欢，就是下小目，下实地，因为也算是在那个年代哦，就是下这个小目，然后比较快占实地，因为没有贴目嘛，当时，所以没有贴目的话，这个就黑棋比较容易赢。然后白棋呢是挂角，白棋挂角，然后黑棋再站一个角。白棋再挂一个角。哦，这个布局好像以前比较流行。对，现在好像出现的比较少。现在其实小目的布局本身就比较少了，因为现在 AI 给出来的评价是新锐的胜率会比较高一点。高一点点。对对。对，但是对大部分的棋友或同学哦，其实就是胜率其实没什么差，对，真的没有什么差个0点几1%这样子。对，那这手尖我觉得要特别讲一下，因为这手尖是在100多年前下的嘛。那其实以就是现在这个年代来看，这手棋呢依然是一手非常好的棋，就是 AI 也给出了一个非常高的评价。那我觉得是很难得的，因为在过去很多下法其实现在都是会被淘汰的。那这手尖呢是完全没有被淘汰的。对，这手真的屹立不摇，就是非常著名的秀策之间。对，然后接下来白棋下一手是挂角。那我记得麒麟王画面也有就是这个图形这样子，对，有闪过一下这样。对，实战黑棋是接上，那其实这手棋呢似乎可以考虑就是下在这个位置。其实这里的区别是，就是黑棋走在这里之后呢，白棋正常来讲也要飞一个。好，那黑的尖一个。对，那如果这个时候白棋脱先的话呢，下一手黑棋搬过来呢是一手非常大的棋，白的必须要硬。那我们可以看到黑棋的这个棋形呢是非常的完整，已经是接近一个活棋的形状，眼位比较充足。对，眼位比较充足。那么实战呢，黑棋是接在这里，那白棋呢同样是飞一个。黑的还是尖。对，那我们可以看到这里之后黑棋搬，白棋立。那黑棋的这个棋形呢，我们可以看到这颗位置呢就明显比这里来的好。这是算 AI 的对 AI 的一个最好的下法。那其实刚刚这几手棋呢下的也跟 AI 一模一样，所以我真的觉得非常的厉害，就是因为其实要跟 AI 下的一模一样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对，就基本上在现在这棋手看起来都还是很厉害，现在这样的下法。对，然后接下来黑棋断一个，白棋把黑的关在里面，粘上。这时候普通的话应该是会选择拐一个，然后把这颗白子吃掉，然后做活这块黑棋。先把底下做活这样。对，因为这本身就是一手非常大的棋。但实战呢，黑棋是选择飞一个。那其实，在黑棋飞的时候，白棋应该要去把这2颗黑子吃掉，因为这2颗黑子价值真的非常的大。真的很大。那我看实战这个就是塔矢亮是直接秒拍这边。其实这手棋，我那时候有在想它的目的是什么。我第一感看会觉得就是蛮凶狠的想要直接扎在黑棋的棋形上面的感觉。就是接下来看中这个飞一个的，对，刺一下黑棋这样子，让黑棋有点麻的感觉。但因为我当时在看的时候，我就觉得这2个子超大的，这2个子怎么可以不吃？
那其实我觉得这两手的交换，黑棋应该便宜了一点吗？对，感觉应该对，感觉没有亏的道理，这样。对，感觉黑棋应该是便宜了一点，然后黑棋再回来吃这颗子。那这样就是这个右半部被白棋给切开了。嗯，对。但现在其实白棋这块角上呢是有一个死活问题，就它还没有完全的活，所以黑棋呢就点进来了，来杀这块棋。那其实除了点以外，黑棋也是有其他杀这块棋的办法，只是好像没有点来的好。就如果先冲一个，最简单就是冲一下这样。对，然后碰在这里，碰一个。对，那这样其实也会形成一个打结，就白棋加一个叫吃，白的再连这个打结。对，那这样也是形成一个打结，只是说这样打结的话，白棋这边跳一个是先手，所以是没有实战那样打结来的好。而且就算白棋打输的话，黑的粘上这个白的气也非常的多。对对对，我可以配白的这个气真的是有够多的。对，超级多。对，白棋这个气。等于说白棋如果从外面把黑棋封起来的话，其实黑棋会蛮难办的。所以实战呢，点一个应该算是一手好棋。但是看塔矢亮好像有点意外的感觉。对，我在想说，以他的水平，他一定有看到这手棋。就当时其实塔矢亮已经是接近职业的一个水平，所以我觉得他一定有看到这手棋。所以我在想说，看那个很惊讶的反应是什么意思？所以可以说塔矢亮也很有综艺效果吧？对，就配合演出，假装自己没看到。然后白棋呢就接上一个，把黑的搬粘。对。那其实这里面之后呢是一个打结，就白棋走在这里或者是这里都可以形成一个打结。黑的打吃。对，然后将来白棋手边叫吃呢就是一个本结。但当然白棋可以先放着不走，因为黑棋再走一手也还杀不掉，也杀不死哦。对对，黑棋要杀白棋的话，得先叫吃一个，但叫吃一个白棋，将来其实还是可以在这里做一个结。对对，所以等于说黑棋一时半会还杀不掉白棋。所以变成白的可以下在外面的意思。对，现在白棋就要来想办法弃子了。就从外面碰住，这个碰要直接把黑的封在里面。对，然后黑棋当然是不肯这么轻易的被封在里面，白棋断掉，好，从这边打出来，然后实战是直接反打，提掉。这几手也有在这个麒麟王的画面里面。对。我那时候想说，我第一次看的时候想说，空心体30目，就老师，我小时候老师都会教，就是空心体30目，说绝对不可以被空心体。但这里情况有点不太一样，因为这不是一个真的空心体，这边等于是一个结。对，有被叫吃的形状。对，而且现在黑棋比较大的一个问题是，黑棋得想办法赶快把这块白棋给杀掉，因为明显这块黑棋现在是没有活的一个状态。那所以黑棋呢就叫吃在这里。就在这边，然后白棋是提结，然后接下来呢，黑棋就提一个，因为这个地方不走的话呢，就是将来这个问题还是比较严重。刚那个打结，对，所以黑棋等于说也是必须要提一个。那其实这个结我觉得略微有点微妙，对，因为黑棋其实不是那么好开上来，因为黑棋如果要开上来的话，等于说要走在这里，那这里其实本身是一个鱼形，单关鱼形，对，然后劫财也有点稍微不是那么的好找，因为这个劫有点说重不重，说轻不轻的感觉，就是稍微有点微妙，所以一时半会黑棋应该是还不会开上来。就黑的打输的话，其实也有点损失啊，白的粘上来，白的变得超级厚这样。对，所以等于说这个劫不是那么的好开，而且我们随便白棋随便冲一个，其实就是一个劫财，所以等于说其实黑棋的劫财好像也没有那么的好找。所以黑的就是也不会去急着开解，可能也会就先放着。对，先下棋。白棋就算提过来，其实也不是很严重的事情，还是很无聊。他下一步还要干嘛？对，下一步也不知道做什么。对，反正这个劫呢，双方应该就先暂时摆着，因为不太确定要做什么。好，所以这个时候白的就率先脱先了，往这边跳。对，然后黑棋拆了。对，那拆也是非常大的一手棋。好，然后白棋尖冲。
继续扩张这个中央的大模样、大肚子，好，再跳起来。对，那下到这里呢，我们可以来判断一下形势，就是虽然说黑棋呢把这边角全部都吃掉了。然后黑棋是现在有3个角在手上，但白棋呢中间的势力也是非常可观的，但这个势力到底能够围出多少目呢，就非常的关键了，因为这个中间真的是太大一片了，所以要在选点在哪里，其实是非常考验，就是一个棋手的实力的时候。对，结果下一步真的就展现哇，这个麒麟王一开始非常经典的画面了。对，左为呢是下在了这个地方。在那个年代，确实看到这一步，我也觉得蛮震惊的。那这个时候萧老师是想下在哪里？就可能通常会想要，譬如说下在可以拆边的位置，下面一点嘛之类的。可是你不觉得上面看起来很大吗？会。就这时候我觉得真的很难，很考验，非常考验。对，所以这个时候我用 AI 看了一下，AI 的推荐下法是这个挖。好，那这个白的一定要挡住。对，然后黑棋接上，然后白棋就好，接下来白的要补个段。对，补个段。然后次一手呢？我如果没记错的话是下在这里。哦，那也非常的接近啊。对，等于说他在高一路，因为他觉得中间的价值比就是上面的价值大。对，所以他是其实把棋子下在比较靠近中间的地方。哇！但我觉得这个挖人类一定想不到，因为我们一定会觉得这个挖是帮白棋加强的感觉。对，我下也完全下不出来。对，就是完全不会想到要往这里挖一个。好，实战呢是下在这里。那这时候他矢亮又开始有很多的内心戏了，他觉得对方从高处在看他，对，是在试探他。对，那我想说，这个讲法好像略微有一点点夸张。基本上白棋一定是走在这边，就是不太可能就是走在这边，就是因为上边的价值其实是蛮少的，就是围到3路，其实这边围的空是很少，所以基本上就是这手棋白棋一定是从这个方向来，所以他矢亮的这段内心戏就是就说他是综艺咖嘛。对啊。然后接下来白棋呢就尖一个，把这边打结的问题呢给补掉。那像这样，其实基本上这中间应该就算是白棋的。对，这个空心题也没有演了，已经不太容易活了。对，所以黑棋从这边打棋很明显就是也是要弃子，就是放弃中间这4颗子了。所以其实这样感觉白棋是吃的超级大的，对不对？对，我觉得白棋很满意。白棋我觉得非常的满意，就是但我觉得黑棋可能也是因为知道这盘棋它不用贴目，所以他当时判断这样的局面应该是他优势的。但如果是放在现代的话，应该是没有办法这样下。最后这盘棋呢，黑棋是赢了4目半，就是在不用贴目的情况下。那如果是放在现代的话呢，当然这盘棋就是输掉了。所以其实塔矢亮也不用这么难过哦。对，我其实觉得这盘棋白棋下的蛮好的。对，那以上呢就是今天的影片内容，希望大家有所收获。那我们之后呢也会再做很多的麒麟王里面的棋谱，带大家回顾一下麒麟王。对，我觉得麒麟王里面的棋谱都蛮经典的，都在经典画面上面哦。是的。所以如果同学们如果有看到什么比较精彩的棋形，很想要就是看我们这个分享的话，也可以多多的留言在上面。那我们下堂课再见喽，拜拜。拜拜。